当年新机上市2680元的天宇云智能手机 W700，号称内置了网购的各种应用，而且在10多年前就拥有了100G 的云存储空间。如今的售价只需要30块。OK 啊，今天咱们不做吃的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当年比较搞笑的一个手机。为什么说它搞笑呢？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广告特别的洗脑啊。先给大家回忆一下原视频啊。听一下好不好？我只不过是花了2680元买了一个低端手机，这难道也值得你轻生吗？哼，低端手机，你骗谁呢？天宇云智能手机 W700采用 NVIDIA Tegra 2双核处理器，这分明是高端手机。你这个骗子！好，你们既然这样对我，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天天偷拍你洗澡。你这个禽兽！你不要听他胡说好不好？天宇 W700的相机感光元件和 iPhone 4是一样的，我只是想试一下它的拍照效果好不好。走开！相信我，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。胡说！你整天除了玩游戏就是玩游戏，你心里还有小丽吗？你这个混蛋！我打游戏那还不是因为它采用了双核处理器，游戏画面和影音效果好吗？而你们呢？你们整天除了网购还是网购，我们网购还不是因为它内置了淘宝的各种应用，用它来网络购物实在是太方便了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啊，它属于就是用了一个短剧的方式，把这个广告所有的卖点全部都拍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翻遍了各大网购平台，终于被我找来了一台。那卖家所说，号称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原封包装，花了我158块。其实这个天宇手机啊，以前是可以比肩诺基亚的一个手机，就是因为啊，它以前全部对标的是诺基亚，然后呢用了跟诺基亚一样的系统，就是微软。结果后面其他国产手机呢全部用安卓了，但是它用的是微软系统，所以到现在为止啊，基本上就找不到这个手机的身影了。然后包括这款手机也是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用过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啊，在2024年的今天，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一些比较超前的一些设计啊。那首先吧，看包装，我感觉我这个手机应该是被人使用过，它只是说盒子保留下来了而已，盒子上面这都泛黄了。型号确实广告说的那个天宇 W700，颜色是绿色，生产时间呢是2011年7月28号。这个手机当时卖2000多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反正那是广告上面说的。侧面这里啊，互联网从这里开始，来吧，咱们直接打开啊。这是这种抽屉式的。OK， 那这就是手机的主体了啊。其实这样看啊，我感觉这不像是没人用过的。你看它上面的膜都花了。手机放一边看有没有什么配件啊？配件还挺多耶，数据线一根，好像还是原装的。充电头原装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原装耳机，这个耳机我觉得应该是新的。底下还有一个3包凭证加一个快速操作指南，这么厚，总共30多页。你想一想，一个手机30多页说明书，放到现在那是想都不敢想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就是手机主体了啊。我买的是一个绿色的版本。其实这样看好像确实比较新啊，它反面贴着膜，正面也贴着膜，那我觉得应该属于是它当年店里面的展示机，可能是这样啊，就是屏幕滑动的比较多，但确实应该是没有人用过的，我猜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背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划痕的，就是前面有划痕。OK， 开机看看啊，好，震动了，但屏幕怎么黑了？我去，这坏的吗？我吓我一跳，它这个开机是真慢啊！按了按键有震动，但半天不亮屏。好，来了，就这个膜看不太清，我把这个膜撕了吧。我去，撕了膜以后就是高清了，这屏幕保存的还挺不错的。不过这个亮度啊，着实是有那么一点低啊，有点看不清楚。这以前是怎么看过来的？OK 啊，这样看的话呢，颜值还是挺高的啊，而且这个屏幕一点划痕都没有。CPU 呢是 ARM V7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CPU 啊，但是他说的一个处理器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显卡的一个品牌，这是他们的处理器啊。运行内存是512兆 B， 内置存储空间是应该是6G 吧，这里没写啊。系统版本呢这里是 2.6， 但是不是安卓系统啊，2011版的这个应该是微软的操作系统。不过这样看啊，微软的操作系统好像跟安卓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啊，它这里也有个负1屏，然后这个是主界面，上面有流量显示，但是我说实话，这东西怎么那么少啊？这就是那么几个东西。哎，哦，它可以往底下滑呀。我们现在手机都是左右滑，它这个是上下滑，你看看。哦，这往下滑东西就多了。我说呢，底下滑有一个狂野飙车，还有什么斗地主啊那些东西，还有网购软件啊，再连个 WiFi。好，有网了啊。打开应用中心，这有 WiFi 啊，连不上网。你看这个系统的话，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厂商在用了。我看看能不能上网啊。同样上不了网，打开他们内置的一些东西也上不去啊。手机 QQ， 我去，是手机 QQ 能上啊？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这个界面啊？以前我用 QQ 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的界面，但好像没网啊，也是上不去。那所以说，就这个手机啊，这么来看，基本上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。以前是说互联网就从这里开始，但是现在想一想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个笑话啊，就是现在网也上不了了，别说从这开始了，直接就已经掐灭了。我是从来没有用过啊，所以我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。以前用过人呢，他肯定是应该会有亲身的感受的。
然后左右滑动啊，这边有个什么某宝比价，我看一下这个某宝比价能不能用哈。关键词搜索如佳能500D，那咱们就直接搜佳能500D啊。请检查网络连接，搜不了啊。然后这里有个条形码比价，我直接拿条形码搜一下啊。扫不出来是咋回事？这根本就没有用啊！就哪怕扫出来了，我估计也是没网的，所以这个卖点之一，这个也就是废了，没有用。然后它这里面也有网购平台，我看一下啊，这10多年前的某宝，朋友们，以前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。今日最热单品，这已经是卡死了，进不去了。以前的话，界面就是首页物流订单，我去，我真没见过以前10多年前的这个界面，尤其这个还是微软系统的某宝的界面。所以卖点呢，其中最大的功能，网购已经是没有了，完全被掐灭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它所说有100G 的云存储空间，在这儿啊，负1屏这里点击立即体验，啊，你打密码连接失败，完了，这第二个100G 的存储空间也没了，那就是还有这个手机最强的打游戏的功能，据说是拥有光合处理器，游戏画面和影音效果好吗？好，那咱们来试一下啊，看看这个打游戏到底流不流畅啊？它里面的玩的那么流畅，我看着都像 P 出来的。那这里面有2个游戏啊，一个是狂野飙车，我看能不能玩啊。嚯进来了，能进来啊！啊！我去，这游戏要给钱呢，朋友们，这不是个单机游戏吗？怎么还要给钱呢？我看看自由竞速吧。啊，自由竞速可以玩。哎，这个内置好像还有陀螺仪的功能。哎呦呦呦呦！这样玩的话呢，我是觉得没有一丝卡顿，确实能够做到他之前说的那种。玩游戏很流畅啊，但是仅限于这个单机游戏，因为其他游戏咱们也装不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钢铁侠的游戏啊，这不叫钢铁侠，叫做竞地联盟先遣队。你看，这是10几年的啊，玩这个游戏没有一点卡顿的意思啊，就是音质可能有点差啊，它这个声音喇叭不是很好。那这样来说的话，就是它当年的这几样游戏，它全部都是可以玩的，但仅限于他们以前内置的这个单机游戏。除了这个单机游戏，其他一切要联网的东西都上不了。不过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，它这个有个自带浏览器，我看看能不能上啊？哦，它自带浏览器有这么几个东西，耶，能上啊！那这个手机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个手机，当年是一款阿里云 OS 智能手机，外观十分彪悍，携手英伟达步入高速时代，双核娱乐超频手机，被誉为国产神机。啊，再点进去点不进去了。目前来说，应该是属于就只能打电话，偶尔拿来用浏览器这些啊，像其他那些软件都用不了。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功能就是拍照。这个拍照呢，它在广告里面也说了啊，据说是拥有天宇 W700的相机感光元件和 iPhone 4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就来试试看啊，我这里刚好有一台 iPhone 4。这个手机 iPhone 4的话呢，上市时间其实比它还早啊，我们就直接比这个像素就行了。同样打开相机，好，这里放个 iPhone 4上去拍啊，同样的机位，3、2、1。我去，这里啊，感觉都没得比啊！这个手机啊，它严重过曝，而且这 iPhone 4拍出来的划痕都看得见啊！这个手机拍出来就跟磨了皮一样。来，再拍一张逆着光的啊。基本上拍远处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都是差不多的。照片各位应该都看到了，差距特别的大。现在我们看一下摄像哈，这2个手机同样的场景的情况下，你看看这画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天宇的这怎么画面那么的糊啊？它是那种很模糊的感觉。不过这2个相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啊，一个应该是拍得更远一些，应该是广角啊，苹果的这个应该是普通的。哎，但这个手机是真烫啊，就拍一会儿照都这么烫。所以这个手机呢，真的也就是宣传上是对比 iPhone 4，感觉这俩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。而且这个 iPhone 4的话，现在联网好像也是能用的啊。这个手机联网呢，也就只能说打电话，然后可能就是在它里面内置的浏览器里面上一下网。虽然说这个 iPhone 4啊也过时了，但是至少啊，我觉得用起来应该会比它稍微流畅那么一点点。不过说归说啊，这个屏幕是比它大一点的，这个有4寸 ，iPhone 4这个就3.5寸。还有一个是让我最觉得好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它这个电池是可以拆卸的。这个苹果啊，再怎么样它都拆不了，包括现在国产手机它也是拆不了的。你说咱们哪一天真的能够做到手机电池可以拆卸啊，那该有多好，朋友们！到那个时候啊，我的万能充又可以掏出来用了。